在地球的极北之地，遥远的西伯利亚，这里是人类最难以生存的极寒地区。曾经这里是俄罗斯流放罪犯的土地，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被流放于此。对于俄罗斯人而言，长久居住在西伯利亚也意味着慢性谋杀。然而有一个民族在这里代代生活，至今已有数百年的时长，他们便是雅库特人。他们与极端环境融为一体，当地人甚至会在零下50摄氏度的天气赤身泡入冰层下的水沐浴，以强身健体。这里的严寒令几万年前的猛犸象化石出土时仍然生动如初。雅库特人便如同这些化石，完整地保留属于他们的文化、语言，以及令外人瞠目结舌的生活方式，可以用原始甚至野蛮来形容。雅库特人至今仍然保留着狩猎的习俗，而且会在捕杀到一头驯鹿后，立即切开新鲜的鹿尸，食用上有余温的生肉，大口饮用鹿血，在室外迅速冻结的生鱼肉、冷冻的生马肝，都是他们的美食佳肴。在零下50摄氏度的天气里，生肉不是猎奇的常识，而是他们生活的日常。鲜血不是恐惧的象征，而是滋养生命的饮品。这种充满原始气息的生活，其实充满了雅库特人与严酷环境抗衡的智慧。走入他们的生活，便能明白茹毛饮血背后的生存哲学，解开更为神秘的文化密码。雅库特人是典型的黄色人种，无论是肤色、发色、体型、外貌，都与中国人极为相似。如今约有近3000名雅库特人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，他们被识别为鄂温克族，属于中国的未识别民族。历史上雅库特人和鄂温克人有所交往，但不应该将他们混作一谈。雅库特人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萨哈共和国，他们是西伯利亚最大的民族，总共有50多万人，其中48万人居住在雅库特地区，也就是萨哈共和国，其中多数人生活在首府城市雅库茨克。距今800至1000年前，雅库特人发源于贝加尔湖一带。中世纪时，迫于蒙古人崛起的压力，他们往北迁移至北极圈一带，来到勒拿河附近地区，在这片冰封之地上生生不息。17世纪，俄罗斯人吞并该地区，将其划为联邦领土。雅库特地区是世界上第2大黄种人地区，拥有31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，占俄罗斯面积1/5，接近中国面积的1/3，略微超过印度的国土面积，却仅仅拥有100万人口。这与这里的极端气候息息相关。这里是永久冻土带，有着极为严酷的气候条件。这里冬季长达7个月，气温常常跌破零下50摄氏度，最低气温曾达零下71.2摄氏度，而夏季温度又能够到达40摄氏度的高温，全年温差达到100摄氏度，冷热温度相差如此悬殊，气候可以说是十分极端，生存环境极为险恶。由于到了冬季，雅库特地区会成为地球上最为寒冷的区域之一，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与自然的生存较量。由于冻土带无法种植蔬果，雅库特人会食用大量肉类，他们有着悠久的半游牧传统。北方人以渔猎和饲养驯鹿为生，南方人则主要饲养牛与马。猎物、渔获与养殖动物提供了多种肉食选择，他们不仅会食用新鲜猎物的血肉，也会将冷冻用作一种独特的烹调手段。通过急速降温，生肉能够保证其新鲜度与安全性，滋味也非常鲜美。人们也会吃掉动物的内脏，并且生饮血液，或者将动物血做成血肠。因为在极寒天气缺乏新鲜蔬菜，而内脏与血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避免人们患上坏血病，帮助他们在极端条件中生存下来。冷冻生马肉与冷冻生马肝都是当地有名的美食，生马肝更是因其切开后的独特外形而被戏称为雅库特巧克力。切开后的马肝有着深邃的棕色，与巧克力的色泽非常相似，横截面上呈现紧实细腻的纹理，
宛如高级手工巧克力的断面效果，再加上冷冻后的硬度，咬下一口时也与巧克力的坚实口感有几分神似。由于世界上最大的河流系统位于该地区，约有70万条河流和80万个湖泊，人们可以获得的鱼类资源非常丰富。这里生长着典型的北方鱼类品种，如鲟鱼、秋白鲑鱼、宽鼻白鲑等。雅库特人最喜爱的一道美食便是刮鱼。敲开水面厚厚的坚冰，在水面再次冻住前捕捉到鲜鱼，在岸上仅需几分钟，鱼便会被结实冻上。经过室外的放置，冻鱼如同棒槌一般坚硬，将其快速切成薄片，撒上盐和胡椒，即可放入口中品尝。这便是雅库特人挚爱的美味佳肴。因迪吉尔卡沙拉以当地的一条河流命名，同样以生鱼为原材料，将冷冻的白鱼切成块，拌上洋葱、葵花籽油、盐与胡椒。传统吃法会将沙拉盛在饼碗之中，今天的容器则不会限制的那么严苛。尽管在雅库特地区，这道菜肴十分受欢迎，是一道家喻户晓的传统菜，但是全球知名美食网站 Taste Atlas 曾将其票选为2023年世界最糟糕的黑暗料理。显然外人难以理解雅库特人的饮食习俗，也无法理解食用冷冻生鱼的愉悦，但雅库特人会无视外界的偏见，继续享受这片极寒之地所赐予的美食。雅库特人的饮用水也十分特殊，由于厚厚的坚硬永久冻土层，在这个地区挖井的成本太高，然而冰块就是最干净的饮用水源。人们从河里采集冰块，囤积在家里，融化后饮用。由于蓄养大量雅库特马奶酒是广受喜爱的传统饮品。此外，雅库特人也会从牛奶中获取微量元素以补充营养。不过这里的牛奶并非我们常见的奶白液体，而是一大块象牙色的冰坨。夏季冰雪消融的时候，雅库特人会去森林中采集浆果，将它们冰冻起来，为漫长的凛冬储备一道甜蜜的佳肴。这是他们喜爱的一道甜点，将冻奶油配上浆果或果酱，为他们抵御低温提供了额外的热量。当然，雅库特人的饮食也并非全部遵循传统。随着18世纪以来俄罗斯饮食文化的影响，他们逐渐学会了制作菌类菜肴与汤类食品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影响，在雅库特地区的首府雅库茨克，同样可以在街头发现世界各地餐馆的身影，例如中餐馆、日料馆以及意大利餐厅等。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吃上拉面与披萨。大型超市里面应有尽有，购买香蕉等热带水果非常方便，但因为高昂的运输成本，价格大约是俄罗斯中部的2倍。除此之外，人们也会去到露天市场购物，这里可谓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户外市场。长久站立的商贩们往往会踩着厚厚的动物毛皮，避免寒冷从脚底渗入骨髓。可以购买肉类、鱼类、牛奶以及浆果，这些食品都在凛冽的寒风中被冻得结结实实。城市居民储存食物的手段也是将食品悬挂在窗外，毕竟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，自然就是最强功效的冰箱。足够厚实与温暖的服装是雅库特人抵御寒冬的秘诀，皮毛制品不可或缺。传统的雅库特人主要穿着皮草大衣，驯鹿和马是最常见的毛料来源。而今天，对于重视外形美观的女士们而言，水貂皮或狐皮大衣是她们更为青睐的服装。羽绒服也提供了一种更为便宜的时尚选择。在外衣之下，需要穿上几件毛衣来保暖。由于层层穿戴，穿衣这一过程往往会变得非常漫长。外出的时候，需要确保皮肤尽可能被完全遮盖，否则都会面临着冻伤甚至肢体坏死的风险。为了有效保护脑袋，雅库特人通常会佩戴皮毛帽子，因为普通的针织帽完全无法阻隔寒风。如果不为头部做好保暖，在雅库特地区的冬日室外，便会出现脑部供血不足的情况，直接在严寒中晕倒。
那就要回天乏术了。有着传统串珠装饰的手套，既造型美观，又可以防止指头被冻掉。羊毛紧身裤和暖腿套保护膝盖不被冻伤，而脚也是容易受寒的部位。在户外，人造革鞋底很容易被冻裂。最为实用的是驯鹿皮靴，这种靴子需要消耗大量驯鹿皮，造价昂贵，但是非常保暖，是安全行走在冰雪之上的不二之选。即便有着重重衣物的保护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暴露在雅库特地区的冷风之中，几分钟内眉毛与睫毛都会冻出一层冰碴，其寒冷程度可见一斑。在室外佩戴金属框眼镜是绝对禁忌，镜框会迅速被粘在皮肤之上，如果强行取下，很大可能会连带着撕下一块皮肉，十分可怕。正是因为穿戴复杂以及获取热水的大量消耗，居住在乡村的当地人只会一周洗1到2次澡。浴室是用柴炉来加热的，蒸汽房内的温度可以达到70摄氏度或更高。采集冰雪和燃烧木柴会耗费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，以及大量木料。在炎热的蒸汽房内放松后，一些当地人会立刻走入雪地，抓上一把新鲜的雪摩擦身体，再回去用融雪与肥皂洗浴。他们相信，蒸汽房与冷空气之间的强烈温差有利于身体健康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使人变得更为精力充沛。由于沐浴的时候会融化大量冰雪，人们也会最大化利用拥有许多液态水的时段，把堆积的衣服也清洗干净。与我们所熟知的晾晒衣服不同，雅库特人获取干燥衣物的途径是冻衣服。刚洗好的湿衣服晾在室外，几分钟内就会被迅速冻上，如同木板一样坚硬。在寒冷而干燥的空气中，湿衣服上结成的冰会缓慢蒸发。人们相信这个过程能够杀灭衣物上的细菌，使它们变得更为洁净，并且会让衣物充分吸收一股冬季清新的气味。这样晾干的床单会让人获得更香甜的睡眠。而到了夏季，该地区又会温度高达40摄氏度。雅库特人很少穿戴民族服饰，但在夏日庆典上，人们则会穿上更为轻薄的传统服装。男人穿扎腰带黑色衬衣或长衣，女人会穿缎面或丝绸的花色长裙，并会佩戴大量精美的银饰。传统的雅库特人除了善于冶炼外，也十分重视珠宝锻造，不仅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，也因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，衣服除了能保护身体免受天气影响，也能保护灵魂免受邪灵侵害。而精致的珠宝和刺绣则如同护身符一般庇佑着物品的主人。住房也是雅库特人在冬季保存热量的重要手段。由于雅库特地区为永久冻土带，但全年温差极大，地表约 1.2 米的土层会在夏季消融，所以无论城乡、房屋都会建在桩上，建筑往往离地1米左右，以防止建筑在夏季升温后被破坏。大部分雅库特人原本过半游牧的生活，如今的乡村仍然保留着曾经的居住模式。冬季住处是覆土的原木小屋，夏季营地则是圆锥形化树皮帐幕，往往位于牧场或过冬干草出处附近。人们冬季仍然依靠木柴和煤炭来进行取暖，每家每户至少需要60立方米的木柴，来满足一个冬天的取暖需求。雅库特人早晨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劈柴生火，把炉子烧得暖暖的。房屋的热气会导致地表土壤的解冻，所以在雅库特地区的乡村，看到东歪西倒的木屋并非稀罕事。由于极寒的天气和冻土地面，室内无法铺设管道，人们大都用室外厕所。在零下50摄氏度的时候，上厕所会变得非常艰难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现代化设施使得城市生活会更为便捷，这里能够见到现代式居民楼房，但是门窗需要设置3至4层厚，以免冷空气渗入室内。当地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提供了充分的燃料，但是在雅库特地区，无论天然气管道还是自来水管道，都会铺设在地表之上，
防止冻土对其的损害。自来水管沿途需要设置加热站，防止水在管道内被冻结。无论生活在城乡何处，冬季人们都会尽量减少暴露在室外的时间，在刺骨的冷空气中待上10分钟，便会全身乏力、脸颊刺痛、手指与脚趾长久疼痛。即便是最耐寒的雅库特人，也会在20分钟后回到室内。因此，房屋的温暖十分重要，可谓生死攸关。然而，即便温度到达零下50摄氏度，雅库特人也会正常出行。冰天雪地之中，短距离的路程往往步行即可，只要做好保暖，避免长时间停留，步行也是十分安全的。在雅库特乡村，雪橇犬可以做出行选择之一。耐寒的犬类在这里仍然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更多时候，人们依靠当地蓄养的独特的矮种马。雅库特马身材矮小，成年后可能也仅有1.52米高，但是它们能够适应奇寒的气候，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在零下60摄氏度甚至70摄氏度生存的马种。它们皮肤厚实，披着浓密的毛发，能够用蹄子从雪下挖出草料来作为食物。它们对于雅库特人来说意义非凡，除了提供赖以生存的马肉与马奶，还能够驮运人类，拉动雪橇运送货物。在首府雅库茨克，人们与世界上其他城市的居民一样，会选择开车出行，但因为永久冻土的存在，这里无法修建地下停车场，汽车只能停在地表车库里或者露天停放。在严寒的冬季，如果没有充足的保护措施，停在户外的整辆汽车都会冻结，完全无法移动。如果汽车熄火，则需要用上喷火枪重新加热发动机。为了保障汽车正常发动，雅库特人会避免熄火，所以在雅库茨克的街头，很容易见到空无一人的汽车后面冒着尾气。如果需要每天开车，人们甚至会连续几个月不熄火，这样会损耗大量燃油，也会污染这里干净的空气。由于寒风与尾气的多重影响，雅库茨克的冬季可见度极低，整个城市时常灰蒙蒙一片。为了出行的便利，有人会选择给汽车安装供暖系统，可以远程启动，提前加热以保障汽车的正常系统。经济实力更强的市民会选择将车停入自带暖气的车库。由于自驾的高昂成本，当地人也会改乘公共交通工具。雅库茨克的公交系统非常发达，车站的间隔较近，并且会设置暖气候车厅，人们不必站在严寒中等待。候车厅内的显示屏会提示车辆到达时间。公共交通十分便捷，公交车内也会配备性能强大的供暖器以及新型加热地板。政府规定，当室外温度低至零下25摄氏度时，公共交通工具内的温度不得低于10摄氏度。如果室外温度达到零下40摄氏度，则不得低于5摄氏度。所以公共交通是极具性价比的选择。但无论在城乡，无论是传统手段还是现代手段，寒冷都不能阻止雅库特人出行的步伐。传统的雅库特人除了从事畜牧业之外，也以制陶和锻铁而闻名。在滴水成冰的西伯利亚地区，制陶是雅库特人独有的族群事业，而雅库特铁匠的精湛技艺更是广为人知。正是依靠他们锻造的雅库特刀，人们才能如此容易切割冷冻的肉类与鱼类，外界的刀具很少能够做到。雅库特刀几个世纪以来，在族群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刀身由铁矿石打造，刀柄往往由强度极高的桦木制成，以避免寒冷的刀身对人手造成影响。刀鞘则由牛尾皮制成。雅库特人中，铁匠社会地位极高，几乎和巫师相同，他们被认为有着某种超自然力量。铁匠技艺的巅峰是珠宝艺术。雅库特本意就是生活在产宝石之地的人，这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宝石和金属矿藏。俄罗斯99%的钻石开采和世界1/4以上的钻石产量都来自这里。
雅库特人认为金属与宝石都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，首饰如同护身符一样有着辟邪功能，珠宝制作者的地位因此可见一斑，并且雅库特地区的猛犸象化石资源丰富，这里有着地球上所有猛犸象及其栖息地的 75% 的遗骸，雕刻象牙工艺品也成了手工业的一部分，同时他们也会从事木雕制作与皮毛贩卖，传统手工业可谓非常发达。而今天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，雅库特人的工作方式有所转型，这里有世界最大的钻石开采公司，不少大型的科研中心，以及俄罗斯远东第一个 IT 科技园，许多游戏和应用程序开发商在此工作。现代产业的工作人员能够在这里赚取到较高水平的薪资，这里有着良好的教育资源，有着俄罗斯科学院分院和东北联邦大学等高等院校，并且还有中专与技工学校，文化生活同样丰富。城市中有着博物馆、艺术馆、剧院以及多所电影院，人们也能尽情享受文学艺术的熏陶。此外，因为其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，当地的旅游业也非常发达。毕竟，极端气候中的人类文明建设本身就是最好的旅游宣传，外来者可以来这里感受寒冬中的生存智慧，品尝雅库特非同一般的生冷美食，在猛犸象博物馆看到栩栩如生的标本，体验到强烈的文化震撼。直至今日，雅库特人都以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，既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也保留着他们族群熠熠生辉的传统。冬季的浓雾会遮住阳光，长达几个月，人们为了抵御寒冷，往往会选择在室内的娱乐活动。基础设施完备的地区，雅库特人与外界一样，能够用上 Wi-Fi， 登录社交媒体，玩上电子游戏。然而有人会更钟情传统的室外活动，例如冰浴和冰钓，这两种活动都需要利用多种工具，凿开厚厚的湖面冰层，露出水体来，铲掉水面上的浮冰，要尽快进行沐浴或者钓鱼的活动，并且随时清理浮冰，因为往往只需1个小时，湖水又会完全冻结。冰浴时，人们会脱掉身上层层衣物，将身体进入冰凉刺骨的水中，但他们会佩戴上一种海象造型的帽子，因为喜爱冰浴的群体将自己称为海象，他们如同这种生活在极圈的动物一般，将要去到自然母亲的怀抱里沐浴。冰浴的秘诀在于平静呼吸，切忌呼吸急促的冲动下水，否则将会有休克乃至死亡的风险。为了最大强度激发冰浴的效果，他们甚至会赤身上岸，在用靴子和手套保护好手脚同时，在冰雪上翻滚几圈，让身体充分沾上白雪。冰浴完成后，要迅速穿上衣物，否则将会有危及性命的风险。穿戴完毕后，他们会开始肌肉锻炼，让身体迅速产生热量。对于雅库特人中热爱冰浴的群体而言，这样能够强身健体，唤醒生命的活力，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，打败许多身体与精神上的疾病。当地人甚至会将其称为治疗性冰浴。相较之下，冰钓则显得更为温和，适宜更多群体，因此成为许多人最喜爱的冬日活动。尽管可以在露天市场购买到鱼类，但是捕鱼的趣味性和成就感让人们仍然愿意冒着寒风去冰面上垂钓。3月初是冰钓最为理想的时间，钓竿和渔网都是捕鱼利器，收竿收网之时不需要刻意把鱼摔晕，因为在岸上只需几秒钟，冷空气就会将它们冻僵。而到了夏季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夏日庆典上，雅库特人的室外娱乐选择便会更加丰富。除了唱歌跳舞之外，他们还有着大量的体育比赛活动，这些运动有的极具民族特色，例如11步跳远、扔飞刀和摔跤等。雅库特式的摔跤重视轻快、灵巧与迅速，让对方除了脚以外其余身体部位接触到地面，即为获胜。这项活动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，因其激烈性和趣味性，无疑是节日的高潮。尽管处在气候极端的环境里，
雅库特人也不只是整日忙于生存，多种多样，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的娱乐活动，充分点缀着他们的生活。传统的雅库特人信仰从冻土之上萌生的萨满教，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宗教信仰。他们相信精灵广泛存在于动物、树木、河流、山丘、山谷和火焰之中。人们会将煎饼、马毛以及马奶酒献祭给精灵们。萨满们模仿着马的吼叫声来开始他们的仪式。萨满巫师们有着极高的地位，他们除了负责祈祷与祭祀之外，也会负责医疗工作。此前提到的铁匠们也因其事业被赋予的神圣性质，而在族群中有着极高的声誉。这些本质上是对于大自然的崇拜。17世纪被俄罗斯人征服后，一些雅库特人改信东正教，但仍有人始终坚持其萨满教的原始信仰。今天的雅库特地区仍然并行不悖地保持对萨满教与东正教的信仰。原始的宗教信仰让人们对自然充满崇敬之情。当人们去森林中去采摘新鲜莓果的时候，也会放下一些食物来献祭给自然，这是一种敬畏与尊重的表现。尽管极寒之地让人们的生活重重受阻，但雅库特人仍然感激自然所赋予他们的一切：最为洁净的空气、鲜美无比的食物，以及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与无限勇气。雅库特人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，正是夏季即将结束时举办的庆典伊斯雅赫。庆典名称本意为丰盈，旨在表示对太阳的崇拜。雅库特人在各个定居点举行典礼，穿上华丽的民族服装，佩戴上驱邪的精致首饰，聚集在一起。他们喝着马奶酒，载歌载舞，骑上雅库特马，并举行各种传统的体育比赛。人们会吹响霍姆斯口簧琴，以庆祝土地的广阔壮美、大自然的无限荣耀以及生命的胜利。雅库特人的信仰与典礼无不代表着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，对于自身血统和文化传统的骄傲之情。雅库特人几乎用尽一生在极寒之地生存，在艰苦生存的同时，他们并没有忽视掉生活的内涵。在雅库特地区的奥伊尔米亚康小镇，这里最低温度曾经低至 71.2 摄氏度，极为寒冷。然而在这里能够看到最为美丽的景象，天空高远湛蓝，淡淡的白雾缭绕不散。在高于零下54摄氏度的天气里，孩子们都需要去上学。他们会早早起床，用融冰水洗漱完毕，吃上高脂肪的煎饼与鲜奶油，用热量充足的美食开启一天，再穿上厚实的衣服出发上学。在这里，尽管缺乏现代的游乐设施，但是他们玩耍时的欢声笑语透露出了他们的幸福快乐。孩子们会早早学着帮忙家务，劈柴、扫雪、洗衣，也会协助大人们烹饪食物，跟着家长或老师学习技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也在学习与贯彻代代相传的生存策略。雅库特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与大自然共同呼吸，共同生长。他们感恩大自然的馈赠，让他们能够享受冰冷洁净的空气，以及不含任何添加剂的天然美食。尽管一些习俗难以被外人理解，然而雅库特人热爱自己生活的土地，敬畏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，保存着灿烂的民族文化，沿袭着古老的传统与工艺。自然赐予了他们健壮的体魄、物质与精神上的财富。这里并非外人所设想的不毛之地，看似茹毛饮血的雅库特人，实则有着真正的富足。而生活在最为繁华的大都市的人们，往往会受困于周边世界的物欲横流，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也无法填满人类无止境的欲望。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，只顾着生存，却忽视了生活。相比之下，仍然保持着野蛮习俗的雅库特人，在极其严酷的自然条件中，用他们的乐天之命和安土重迁给我们上了一课。无论是生活在雅库特地区这样的严酷环境，亦或是地球之上其余的宜居土地，
我们都应该铭记，要与大自然共生共存，珍惜宝贵的文化资产，以星球上的一份子的态度，去热爱和感恩所生活的土地，确立真正的生命意义。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聊聊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